大家好，这里是奇闻探秘，喜欢的可以订阅一下。如果你不小心在错误的地方从现实中脱离，你就会来到后室，那里除了潮湿的旧地毯的臭味，令人发疯的单调黄色，永不停歇的日光灯最大功率的嗡鸣噪音，以及被随机分割成空房间的约6亿平方英里的区域以外什么都没有，把你困住。如果你听到有东西在附近徘徊，那你只能静待死亡了。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最近非常火爆的后室，或者叫后房 The Back Rooms 的故事。这是一个最近非常火爆的一种网络共享创作模式，有点类似于 SCP 基金会系列，但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宏大的世界观，而仅仅是一张图片。但随着论坛中对这张图片过分解读的人越来越多，就让这张图片的故事逐渐变得内容丰满，以图片为基础，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从而形成了一个后世宇宙。那么今天就来唠唠这个后世宇宙的事情。照片最早是在2019年5月12日4chan 论坛上的一位网友发布的一张图片，因为当时有一个论坛想请大家发一些看起来特别违和的图片，而这张经典的后世图也在其中。起初大家对这张图并没有太多的看法，只是觉得虽然看起来很正常，但却又有种说不出来的异样。但随着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注意到了这张图，讨论的人也越多。而这其中有一个匿名者的给这张图片添加了一个背景故事，大意是说这是看起来是一个潮湿并有很多形状不同的小房间组成的空荡的空间，但实际上它们是在不同的维度，你走过的每一个房间都不同，因此很容易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口，并且还会看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这篇回复彻底引爆了所有的吃瓜群众，大家都纷纷把自己对这张照片的解读编写成了故事，逐步的形成了后世宇宙的雏形。其中最经典的几篇回复中介绍，后世是一个相对于地球存在的平行宇宙，面积达到15亿平方公里，而在这个空间里又分为不同的楼层，每个楼层的视觉感受大相径庭，有经典的黄色空旷格子间，也有漆黑一片的虚无空间。正是因为这样的回复，让创作者们脑洞大开。一开始网友们总共设计了9大层，其中 Class 0黄色的房间就是最初那种照片的所在层。Class 1一居层，这一个巨大的仓库，有混凝土地面和墙壁，裸露的钢筋，墙壁上放置着昏暗的荧光灯，还有低垂的雾气，没有明显的来源，雾气经常凝聚成凝结物，在不一致的地方在地板上形成水坑。与 Class 0不同，这一层拥有稳定的水和电的供应，只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就可以让流浪者无限期的居住下去。它也更加宽广，拥有楼梯、电梯、独立的房间和走廊。Class 2管道层，该层由长长的、昏暗的、由混凝土修成的走廊构成，天花板和墙上还排布着蒸汽管，门很少，并且门通向的地方安置着铁架子和通风管道。管道让 Class 2的气温变得极高，据说能达到200华氏度，这足以把流浪者给活活蒸死。Class 3电站，由大量的薄砖隧道和维修走廊构成，并且无序地遍布着无穷无尽的被分割的房间。除此之外， Class 3的天花板和墙壁上大量镶嵌着管道，内部充满了被污染的杏仁水，有时会滴漏到肮脏的地面上。Class 3的走廊也十分封闭且狭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流浪者甚至需要弯腰躬身或者爬行才能勉强通过它们。Class 4废弃了办公室，是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空办公室，一些房间会有窗户，但它们大多数是陷阱，因此需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开。Class 5酒店，通常被认为是一座无尽且复杂的酒店，拥有着无数的房间和大厅。这一层与19世纪30年代的建筑风格颇为相似。同样的，
所配置的设施和家具也颇有19世纪20年代的一番风味。目前 Class 5共有3个主要区域：主厅、被福利和锅炉房。Class 6熄灯是一个规模不确定的庞大建筑群，由金属墙壁、复杂的管道系统和砖块地板组成。整个 Class 6被完全的黑暗所笼罩。到目前为止，任何试图照亮此层的光源都会被 Class 6诡异的空间结构吸收殆尽。由于该层无尽的黑暗，很难对其进行充分的勘探。Class 6被认为是无比巨大的，据估计，它的面积约为1至3亿平方英里。Class 7海洋恐惧，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完整探索过 Class 7，但目前已知的是 ，Class 7的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房间没有被水淹没，并且有通常的荧光灯照明。房间的底部有一层薄薄的水，并且与地板的其他部分有着奇怪的偏斜。异常的是，当房间的门打开时，呈现出的是一个由空中向水面俯视的视角。这个房间似乎是不停水平旋转的，但在第一个房间里，重力仍然使人的脚留在房间的墙壁上。完全进入后，重力又转而将人拉向水面，并且明显强于普通重力。据报道，水是非常冷的，一般不建议进入其中。Class 8洞穴系统。Class 8是一个庞大的洞穴系统，有大量的蜘蛛般的实体栖息于此。像 Class 7一样，这一层同样没有任何合适的光源，一片漆黑。这里有许多蜘蛛所住的巢，大多数居住着小毒蜘蛛和大量的王蛛和王后蛛。幸运的是，巢中的王蛛通常不具有毒性，但王后蛛却是剧毒的。很多流浪者被王后蛛咬后几分钟内就会死亡。据推测，在这一层进行人类探险活动目前是不可能的。开始为后是设计自己的楼层，这其中不乏一些无厘头的奶酪层、躺平层等等，而这其中每个楼层都有其自身的威胁等级，大概分为8类，从0级到7级。等级1，无敌意，但拥有伤害冒险者的能力。等级2，基本无敌意，但可被激怒而伤害，甚至少数情况下杀死流浪者。等级3，具备敌意，但非高度危险。等级4，具备敌意。等级5，危险。等级6，极度危险。等级7，宛若神话。虽然后世宇宙非常火爆，但在当时也仅仅是在一个论坛层面里的火爆。真正让其出圈的，是一名叫 Ken Pixels 的视频 YouTuber。他在2022年1月份发布了一个视频，题目叫做《后世的原始片段》。这个影片大概9分钟，就是关于后世这个平行宇宙的。影片里有几个年轻人，好像正在拍一个恐怖片或者惊悚电影。摄像师在开拍后就开始往后退，退着镜头一黑，就倒在地上了。等镜头再亮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摄像机在一个黄色的房间里，而这个房间里就是后世。这一视频迅速让后世宇宙传遍了全网，截至目前，已经有3500万人观看了视频。随后，他又上传了12部类似的影片，而这些影片串起来，就讲述了一件诡异的故事，让整个后世宇宙的出现有了一个完美的解释。至于这个故事，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另一天讲了。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喜欢可以订阅一下。